居然是草根古平原的父亲。这就是你死掉了几十年的爹，他上辈子姓郭。怎么个事儿？他去北京考公务员，那个时候你不到1岁。这一家太多秘密了。好好开涮吧点一个，跟我。爹，你醒醒，这包瓜子。天落。这儿子白养的。对此，本台记者找到古平原先生，但此时的他悲痛万分，并表示：“娘啊，你认错人了，他怎么可能是我爹呢？我爹在去考科举的路上已经死了，如今尸骨无存呐，而他只不过是一个下坠给有钱人的小老头而已。”是啊，那边说你拿着这盒东西在一边吃的也是挺好，是吧？你那叫不务正业，继续跪着去。还有那个古平原，你那个兄弟，不让你跟他纠结价值，勾结在一起，就是不听。东家。一会儿实拍不知道啊，别笑话，搞错了，再来。您想，您在朝中的关系是6王爷，现在九帅和总督正因为撤兵的事，那跟朝廷闹得不可开交呢。咱们在中间呀，蹦的虽然高，获利也高，但是风险也大。您再说那古平原，那确实是我哥们儿，但是他身上有我不及的地方。古人还说呢，见贤思齐。我想做事儿的时候，借这个机会跟他多学学，有毛病吗？你看到的黑字儿基本上都是我的词儿。他是个逃出来的犯人，咱们谁不是犯人爹？您想想，在那些官员眼睛里头，我们谁不是犯人？我觉得，既然两江总督府有这个意思要掺和进来，咱大大方方使出手段，让他们进来。但进得来，就让他们未必出得去。你有可能。我不想总输，我也想赢一把。是李清最聪明的一场戏。你不知道我今天3盒金嗓子背得无力。这个你接着说。演爽了，演独幕剧，喜欢这样的挑战。大声艺人整体的音乐气质是一个比较气势宏大的，而且以大交响乐这样的气质为主的。我们大概请了80多个人的国外整个的一个大编制的大交响乐队。热血燃是我们这个片子最重要的一个东西。因为它是一路南下，你就能明显听到音乐的一个变化。我们打击类的乐器加入了很多丝弦类的乐器。我们这回非常有幸请到了安达乐队。当时安达组合一听说呀，还有到内蒙古去实拍，他们也都非常的支持。使用了大量的内蒙古民族地域特性的这个乐器，无论是马头琴，包括人声长调，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特点，真的是能够让你感觉到它是很宽广的。除了地域性这个音乐特点以外，我们还根据每一个人进行了整个的一个音乐的设计。古平原其实它也失败了很多次，但是它每一次要跌入到谷底的时候，它又很坚韧的继续去迎风而战，其实就是很符合现代人的心理气质。其实仔细去听我们的这个主题哒哒滴哒哒哒这样的一个东西，它其实是有上有下的这样的一个起伏，就是模仿了它整个的成长的这么一个状态。诸位，久等了。我太一峰既然入了老八家，就绝对不可能有幸运。我就是要和他们斗一番。
你们要替我打赢，要为自己而赢。商人都想牟利不假，但这一次我不想，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。你是我难忘之人，和你相识，是我这一生难忘之事。女性气质确实对我们这个片子来讲很重要。女主白小姐其实也写了一个自己的主题，而且应用小提琴，因为它有如歌如泣的那样的一个东西，包括它的长线条一出来，其实就让大家有一种哎呀肝肠寸断的那样的一个感觉。玉儿是整个片子里面我最喜欢的一个女性角色，她很帅气，很洒脱，有一种巾帼不让须眉的英姿飒爽的感觉。你是好人，天下有路，天下人走。因此在给她进行配乐的时候，我们基本都是用的大编制的交响乐来呈现她这种帅气的感觉。苏小姐她每次出场都是很光鲜亮丽的那种，所以我们在她的音色设计上也会给她加入一些很 shining 的那样的一些音色。来，为了这个罪名，我敬大家，一起喝一杯。李青她的出现每一次都给人一种很诙谐、很幽默的这样的一个方式，也是在整个的我们很有厚重感的这个史诗感的这个东西里面，我们也是用她的方式添加了一抹亮色。李清霄，未及道喜，恕罪恕罪。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我朋友李青雄。其实很少有电视剧它能够做到全篇实录的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《大圣一人》这样制作精良的一部片子。